好啊，我是 mini，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个中文里非常常用的句型：先，然后，接着，最后。那我会结合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很简单的一些场景，来告诉你们这个句型是怎么样自然而然的表达出来的。那我现在呢要喝水，我要先把杯子准备好，这个就是我的杯子，然后我要把这个椰子水倒进杯子里，接着呢要把这个瓶盖给拧上，最后咱们就可以喝水啦。夏天喝椰子水真的好清爽啊！现在呢要去拿我的外卖，我就可以这样说：先开门，我先开门，然后拿外卖，然后拿外卖，接着把门关上。好，我的外卖到了，我接下来呢要准备吃午饭了。我要先把这个外卖的袋子打开。哎呀，然后拿出餐盒，好烫！餐盒，这个是餐盒，好烫啊！这个是米饭，米饭。接着，我要把这个餐盒的盖子打开，给你们看看我今天点了什么好吃的。你们看，这个呢是我在一家东北餐厅点的外卖，然后他们家做的都是东北菜。这个是东北乱炖，因为我是东北人，东北乱炖里面有豆角，有排骨，还有玉米，就是把很多食材全部都炖在一起。这个是东北菜的一个特色，我们爱吃炖菜。最后我要开吃啦，哈哈。所以刚才我的那一系列的动作，我就是用先，然后，接着，最后，我用的就是这个句型，你就可以这样去描述你的一系列的动作。你们看这个是豆角，我之前在温哥华的时候，我没有买到过这种豆角，是不是真的只有我们东北才有啊？这种豆角你们吃过吗？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当你吃到某一个食物，你觉得特别好吃，你就可以这样说：太好吃了，或者太香了，绝了，这些都可以表达。太好吃了，这个是最常用的，太好吃了。那吃完饭了，我准备休息一会儿，读会儿书吧，给你们看看我最近正在读的这本书。这个呢，就是我最近正在读的，它叫做《鱼不存在》，Why Fish Don't Exist。那这本书呢，是一本传记，讲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建校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的故事。他讲述了如何在一个混乱永远盛行的世界里坚持下去。我是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就是如何在一个混乱盛行的世界里坚持下去。就是我自己也会发现，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苦大于乐的。就是我们总会觉得这个快乐很短暂，然后痛苦的事情经常会发生。那么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种
不断会面临困境的一个生活状态里，能够乐观的坚持下去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我买了这本书，想要好好的看一看作者的观点。对，那我当时买这本书之前呢，我先在网上看到了有人推荐这本书，然后我发现我非常的感兴趣，接着我就上网买了这本书。你看，我把我的这个购买的过程用这个句型给你们都描述出来了，就很自然，对吧？这个是他书里面赠送的，可以叫书签，我觉得书签，我把它当做书签在用，然后我看到了第67页，对，最近不是已经世界杯开始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准备看一会儿世界杯的回放，因为呢现在它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吧都太早了，要不然就是后半夜，要不然就是凌晨，我没有办法看直播。其实我也不算是一个球迷，我不是特别懂球，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是一个全世界人民狂欢的日子，不看的话呢，好像也不太合适，还是要凑一凑热闹的。你们看，我连零食都准备好了，3个薯片，薯片。那我家里的这个屏幕还是挺大的，用它来投屏看世界杯挺爽的。咱们要想投屏看的效果好，我要先拉窗帘，先把窗帘拉上。然后呢，哇，好黑呀！然后我用遥控器把这个屏幕打开。接着呢，咱们要连一下手机，用手机投屏。最后呢，我要用手机打开我要看的这场球赛，这样它就可以直接投屏在我的屏幕上了。那我想看的这场呢是巴西对摩洛哥的。好啦，搞定，哈哈！哇，大屏幕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太爽了。啥玩意儿？其实我不是很懂球，但是呢，也能看个大概，对。在这里呢，跟你们分享一些，跟看球有关的中文，比如说呢，世界杯，然后有不同的球队，来自不同国家的球队，然后还有就是现场坐了很多的球迷，然后我看到还有就是教练在场边的那个状态呀，很焦虑啊，很焦灼呀。场上的都是球员，非常努力的在拼命。然后加拿大这次也是主办国之一，前2天呢已经在多伦多有了一场比赛，那个比赛场馆我之前也去过，哇，就是这里，这是我之前去的，哎呀，这次很可惜，我现在不在加拿大，无法去现场。但是我有很多加拿大的朋友，他们已经去看了开幕式，还有去看比赛的，让我特别羡慕啊。然后呢，把球踢进球门，我们叫进球。哦，现在被罚了点球，是吧？点球，什么情况？我现在呢想要吃点水果，那我要先看一下家里有什么水果。我们一块儿看一看。我有橙子，有桃，这个是油桃，然后我还有苹果，
那我吃个桃吧。这个桃呢，现在摸起来很软，很软，它已经非常成熟了，再不吃就要坏了。然后我要把这个桃洗一洗，洗一洗，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它吃掉了。哇哦，好甜啊，特别甜。前2天买它的时候，它还很硬，很硬就说明还没熟。现在很软，吃起来就刚刚好。接下来呢，我要准备看剧，电视剧。那看剧之前呢，我要先把头发散下来，然后躺在沙发上，接着我要拿一下我的 iPad。哎呦，好，最后咱们就可以看电视剧了。这个姿势真的是太舒服了，我只要有时间就会躺在这里看剧。那我最近在看的电视剧是一部古装的，叫做《折腰》。然后这是我第2次看了，因为它是几年前的吧，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反正不是新的。我之前已经看过1遍了，但是因为太喜欢了，准备看第2遍。其实我也蛮建议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喜欢看剧的话，多看看中文的剧，确实对提升听力和口语是有帮助的。那我之前呢有期节目专门跟你们分享了一些我觉得很好看也很适合提升中文水平的电视剧，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如果是从学中文的角度，还是推荐你们看现代的电视剧，毕竟跟我们的生活是相关的，像《三十而已》这种都市题材的，还有玫瑰的故事、去有风的地方，这些都很好。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看中国的纪录片。那纪录片的好处呢，就是它发音是非常标准的。那基本上这些高质量的纪录片的这个配音员都是非常专业的主持人，所以你听他们的发音，你就可以学到很纯正的中文。而且这些纪录片拍得很好，很好看。比如说像《舌尖上的中国》，它是跟美食有关的，我自己就特别爱看。这个句型你们学会了吗？先，然后，接着，最后。当你想要描述你的不同的时间顺序之下的这些动作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词语来表达。那我的频道就是通过正常语速中文和可理解性输入的方式，来帮大家呢提高你们的日常口语水平和听力水平。我会经常拍我的生活 vlog、旅行 vlog 等等，用这种真实化的生活化的录制呢，来带着你们沉浸式的学习中文。如果你也很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给我点赞，给我点击那个 hype。OK， 谢谢你们的支持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